欢迎收看第11517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我们知道最近在中国发生了很多洪灾啊，也确实有很多人呢淹死了。但是呢，比起这个三峡大坝最近发生问题的这些小水坝、小水库呢，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些天啊，在海外华语世界出现了非常多的关于三峡大坝的消息啊。有人说呢，三峡集团内部正在进行大清洗。那也有人说啊，有高层啊，因为泄露这个三峡有可能溃坝的这些资料啊，被国安直接带走了。那还有一些图片流传出来啊，就是关于三峡大坝如果瞬间溃坝的一些情境模拟啊，比如1周后受影响人口的热力图啊，1周后交通中断的地图等等。那甚至我看到有一张图啊，说三峡一旦出问题，受影响人口可能达到1.32亿。这些消息是不是真的啊？三峡是不是已经出了一些问题？那如果三峡真的溃坝，武汉、南京甚至上海会不会被洪水吞没？死亡人数会不会像网络上传的达到几千万甚至1个亿？那以及如果事故真的发生了，中共会怎么样控制这个消息啊？会不会把责任推给台湾、日本或者美国啊？甚至利用这场灾难去发动战争？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想把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最重要的是想把三峡真正存在的危害以及最坏情况有可能走到哪一步我们来把它说清楚。我们先说呢一个能够确认的事情就是三峡系统最近确实有官员出事这是真的。2026年7月21日官方公布的中国三峡集团广西分公司的总经理吴启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3天之后，7月24日中纪委又公布说，三峡集团云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这个吴长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说他涉嫌受贿犯罪所以三峡系统近期有人被查网络上这个传言是事实但是呢，就从目前官方的通报来说，当然没有提到三峡大坝的安全问题也没有提到是因为泄露什么溃坝资料对吧？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2名官员的被查和现在网上泄露的那些推演图有什么关系，对吧？尤其是这个吴长宇他任职是三峡集团旗下的云南能源投资公司，这跟直接负责这个三峡大坝的安全运行的这个核心部门完全不沾边的。所以由这2个官员被查呢，就推导到说三峡即将溃坝所以中共在灭口什么这些，我觉得逻辑上暂时不成立那这些关于溃坝的这些地图情境图、模拟图是不是真的呢？我没有办法核实因为也没有原始制作单位完整的报告用的对，上面写了用的是什么模型参数是吧？这个 HEC-RAS 这么一个水动力模型。但是我觉得现在 AI 时代任何人你掌握一定的这些水文的知识制图的一些知识，再配合 AI， 你就可以做出看起来非常专业的这种模拟图，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研究三峡溃坝，你也不可能只靠这1-2张彩色地图，里面有很多信息是我们目前不掌握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坝失效的时候，当时水库水位是多少如果是一个局部的破损还是说这个主坝就形成了一个缺口了，这个缺口有多宽多深，是吧？这是几分钟前刚刚发现的呢，还是在
几小时啊，几天之前就已经形成了。那上游当时有没有特大的洪水啊？那你洞庭湖、这个鄱阳湖啊，以及下游这些支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位，对吧？那么包括后面的这些城市地形啊、建筑密度啊、道路、地下空间什么的怎么计算，对吧？居民有没有预警时间，这么多的不同的参数都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这个洪峰以及到达时间啊、淹没的深度和伤亡结果。所以溃坝模型研究呢，就要求啊要非常细致的这些参数去填充进来，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一张图，只能当一种假设啊，不能当完全的预言。包括图上说啊，这个死亡人数啊会是多少，这个就更不能断言了，因为这受到非常多的其他因素影响，对吧？你比如说撤离的人啊，包括有没有可能遇到停水停电，对吧？交通中断啊，包括医疗的这些受影响等等。所以可能1亿3千万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直接说会有1亿3千万人死亡呢，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吧？当然了，这一切啊，我们只是客观的说，并不代表说三峡就没有危害啊。那我们来说说三峡的危害啊，其实不只是溃坝之后造成的，现在它的存在就已经造成了一系列非常现实的已经发生的长期的危害了。因为这个工程啊，这个超级工程已经20多年了，对吧？它整个改变的是整条长江啊。我们先说第一种危害，就是这个泥沙啊被大坝截住了，对吧？下游的河床呢开始被冲刷啊，就是我们想象一条自然的流动的河啊，它不是只有水在里面，对吧？它里面有水啊携带着泥沙矿物质啊、养分、有机物这些东西呢一路往下走，然后塑造了这些河床啊、沙洲啊、湖泊呀、河口啊和三角洲，是吧？那你上面三峡蓄水之后呢，那大量的这些泥沙就被拦截在这个水库内了。那你放下去的水其实会变得相对的清澈一些啊。那这些相对清澈的水其实具有更强的冲刷能力啊，就等于会从下游的这些河床重新的裹挟走这些泥沙。所以研究已经显示了，就三峡运行之后啊，那部分的长江中下游的河段啊，已经由过去的这种淤泥啊堆积的情况啊，然后经过明显的冲刷，所以长江的水位制度、河床的形态以及下游泥沙的这些输送都受到了改变了。那这些会有什么影响呢？河床会下降啊，河岸和这个堤角啊受到长期的冲刷，那部分的沙洲和湿地就萎缩了。那河流和这个洞庭湖啊、鄱阳湖之间的这个水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啊，然后长江口能得到的这个泥沙补充也在减少。所以呢，就是三峡初期运行后输送到这个长江口的这个泥沙啊，一度呢下降了约30%啊，部分的三角洲的这个前缘啊就开始萎缩，对吧？当然，这一切不可能让上海啊突然之间就沉入海底，是吧？但是海平面上升啊，地面沉降啊，海岸的这个侵蚀同时存在。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如果长期缺少补充进来的泥沙，其实就会削弱长江三角洲的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三峡的危害不要一说起来就是突然这个溃坝了啊，一面墙就没了，不是，它有很多危害啊。这一条河流的长江的这个骨架是吧，在这几十年间其实已经在被改写了。好，我们说第二种危害啊，库区的这种滑坡啊、坍塌，还有局部的巨浪。三峡这个库区啊，两岸是这个山高啊，这个坡陡是吧，这么一个情况。
本来它就是这个滑坡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区。那你水库蓄水之后，我们想象这个水位啊，每年呢会在不同的高度之间升降，对不对？那你这些水呢升上去，它就会进入到这个山体的裂缝里，改变地下水的压力啊。那你这些水啊泄洪的时候，快速下降的时候呢，这个坡体内部的水不一定能够同时排出来，所以这些变化就会降低部分坡体的稳定性啊。你本来相对稳定的，它经过这个来回的水位变动，它就可能诱发新的崩塌。其实2025年有一篇地质安全研究啊，就仍然是把这个滑坡和崩塌列为三峡库区的重要安全问题。所以当然不是说啊，突然一个山体直接就砸垮了这个三峡的主坝，是吧？当然更可能的是不同的地方啊，突然一个山体滑坡，滑入这个某一个比较狭窄的这个库湾，那你就会形成一个局部的这个涌浪啊。然后就会这个浪就会冲击啊一些对岸的居民区啊，一些船呀什么的，然后呢会堵塞住这些支流啊，那当然就会切断道路啊、电力、通讯一些问题啊，形成堰塞体。那之后可能再次发生2次的溃决，所以这些就是第2种灾害啊。那么第3种灾害呢，就是水库会诱发地震啊。大型水库蓄水之后，这种巨大的水体重量就会改变这个地壳应力，水也有可能会沿着这个岩石的这些裂隙啊渗入到地下去啊，改变断层附近的这个孔隙压力。这种现象就叫水库诱发地震。那三峡库区就蓄水前就已经设了这个地震监测了啊，承认存在这些和地震活动的关联。当然了，就是水库诱发地震，它现在并不一定说啊，就三峡一定会有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因为大多数水库最后诱发的都是一些微震和中小地震，是吧？但是值得警惕的就是，如果多种风险叠加啊，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大工程，对吧？所以它就意味着它可能有的时候遇到的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多种风险叠加。那最后有可能凑巧在同一时间迸发的时候，造成的影响就会被放大。所以并不能排除这种风险啊，大的地震。好，我们先说第4种风险，就是支流和库湾水质的恶化啊。因为大坝建成之前，长江的水流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想象这个水流速度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就是你有一些污染物啊，如果水流速度很快，你就很容易被带走和稀释。那你蓄水之后，有一些支流和这个库湾的这个水流啊就变慢了。水流变慢呢，就你这个水体交换的能力就减弱了。所以当有一些生活污水啊、农业的化肥，对吧？养殖污染、工业排放进入到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相对封闭的水域的时候，你又无法很快的排出去，会怎么样呢？就是堆积啊，比如说藻类爆发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当然有人说了，整个三峡水库已经是一潭死水了，这个当然很夸张，对吧？但是呢，像中共这样的否定说局部的水质有危机，这也是不诚实的，对吧？还有更麻烦一点就有一些重金属和有机的污染物会附着在这个泥沙上，然后沉积在这个库底。这个平时你是看不出来的，它就像封存了一样在库底。但是当水位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底部的泥沙就有可能受到搅动就有可能会重新的进入到这个水体里，造成污染。好，那第5种危害就是鱼类生态和自然洪峰被改写的这种危害了。那长江的这些鱼的繁殖，是吧？它不只是需要说有一条河里边有水就行了，对吧？我们知道这个
动植物，你需要特定的水温、流速啊，这些季节，包括泥沙的浓度啊，涨水的这个过程，这些都很重要。很多鱼是在这个天然的这个水的洪峰到来的时候去产卵的。那你三峡运行之后，你这个整个长江的这个流量是受到人工控制的，对吧？什么时候蓄水啊？什么时候放水？放多少水？这就不由自然决定了啊！它完全服务于防洪啊、发电啊、航运啊这些综合调度。所以有研究就表明呢，三峡其实改变了长江的水文和泥沙条件。那你对这些鱼类的产卵啊、洄游啊这些河岸的这个生态环境造成了长期的影响。当然了，这整个长江生态的恶化，你不能说全都归罪于三峡，是吧？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当然，三峡代表的是一种更根本的改变啊，就是一条自然的河流，逐步的变成了一套由工程和行政命令控制的一个水资源系统。那当然还有第6种灾害了，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些人口的迁移，是吧？本来在这水库移民嘛，三峡水库移民有很多的问题，对吧？上百万的人，是吧？为了一个国家的工程宏大叙事去牺牲啊，包括一些当地的人文呀、建筑啊，这个就不细聊了啊。好，我们说三峡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它不是世界最高的大坝啊，也不是世界库容最大的这个水库啊，但是呢，你如果按水电站的这个装机容量计算的话，它是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啊，总的装机容量达到2250万千瓦，共有34台水轮发电机组，所以它就不只是一个墙啊，一面大坝，因为它同时要承担着很多功能啊，发电啊、防洪啊、航运啊，对吧？枯水期的补水，长江整个流量的调度。那这种集中呢，中国人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吧？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同时产生，就是当你这么一个系统啊，同时承担太多功能的时候，那一旦它失效，那你的损失也是集中放大的，对吧？它平时它是各种的能源呀、航运呀、防洪的一个枢纽，但是极端情况下，它就可能成为电力、交通、饮水、工业、政治危机同时交汇的这么一个节点。那我们就来聊聊三峡有没有可能真的溃坝啊？那任何工程都不可能保证绝对的零风险，对吧？当然，三峡是一座大型的混凝土的重力坝啊，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大坝啊，很难因为说一次洪水啊就整个就给它推倒了，对吧？因为它主要是靠自身的这个坝的这个重量去抵抗这个水压，而且由多个这个坝段组成。所以网络上经常我们看到一种说法，对吧？说一旦开战，一枚导弹击中三峡啊，整座大坝就立刻就崩了，是吧？紧接着就是这个水就几百米高的水墙啊就直冲上海，这种描述是一个灾难性的电影啊，它不是工程分析啊。我们今天想把这个真正可能发生的事情给大家分析清楚啊，就是路径大概是这样，就是可能一个超标的洪水，对吧？一个设备的故障或者人为的错误啊，地基问题、地震、滑坡，或者它整个这个控制系统失效，这些加在一起，你比如说汛期了啊，这个水库本来就处于一个高水位，是吧？上游呢又出现了极端的洪峰啊，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这个泄洪的设备失效了啊，然后控制系统啊、通讯的这些也瘫痪了。那不巧的是呢，下游的这些河道和湖泊啊，也处于一个高水位啊，然后再叠加一些地质啊、地震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好，在各种的这个极端情况同时发生的时候，就会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灾难性的这个溃坝情境。概率不高，但是是存在的啊，是存在的。
那如果真的发生了，最先会发生什么啊？那我们就来聊聊啊。首先呢，可能这个主的这个大坝的啊，可能快速形成一个巨大的缺口啊。那上游呢，可能还有大量的洪水要持续的涌进来。那么下游啊，这个金江啊、洞庭湖啊，还有其他一些支流也处于一个高水位。那不巧，这个事故又发生在夜间，啊，通讯和这个预警失效了。好，那最严重的啊，就是大坝下游，然后一直到宜昌这一带，那距离这个大坝最近，是吧？这个洪水能量是最大的，疏散时间最短。那沿江的这些道路、港口、船只啊、工厂和这些居民区，直接受到冲击。这个就不是大家现在能看到的那种城市积水啊或者洪水啊，这个会比那个可怕的多啊，是一个带有巨大动能的溃坝的洪峰啊。这个东西如果没有预警，那这片区域会出现极高的伤亡情况啊。好，我们接着说啊，再往下游走。你比如说荆州和这个江汉平原会怎么样？那我们想象这个水它会慢慢的扩宽，是吧？然后这个动能也会衰减，但水量依然很大啊。那可能到了枝江、荆州以及金江河段啊，它可能已经不是说一个巨大的水墙了啊，那更可能造成的是整个长江水位的迅速上升，沿途的这些堤防会漫溢或者溃口啊，洪水就开始向两侧的这些比较平的啊这些低的地方，江汉平原就扩散了。那造成什么呢？就是城镇和农田你就被长时间浸泡啊，桥梁道路中断，那大量的人口会被这个交通堵塞就困住了，对吧？然后你的医院、变电站、供水设施就有可能停止运作了。然后呢，会出现这种堤防的啊接连的连锁的失守因为三峡原本的功能之一就是减轻啊这个金江河段的这个洪水压力的，但是如果三峡本身成为这个一个洪水的来源，那就是一个反向的冲击啊。好，接着往下说，武汉会不会被摧毁啊？因为网上经常会说啊，三峡一垮啊，几个小时后武汉就会被几十米高的这个水墙吞没。这个说法就有点过度简化了啊，因为从三峡到武汉的距离还是挺长的啊。那洪水在传播过程中，你会受到什么各种的河呀、湖啊，各种地形的影响，是吧？所以到达武汉的时候，比较难啊，还保持那种完整的，像那个灾难片里的那种垂直的这种巨型水墙，这不太可能啊。但是呢，武汉也不是安全的啊。我们聊聊现实有可能的最坏情况，那就是长江水位快速升高嘛，那汉江和其他支流的这个排水受阻，那城市还有可能这个还在下暴雨，有可能啊内涝，接着长江的洪水同时涌入，这些地铁啊、隧道啊、地下商场啊、比较低的这个住宅区，这就完全就淹掉了啊。那城市的供电、通信、饮用水啊，这些系统都会被破坏。那数百万的人口，你需要撤离或者一个长期的安置，怎么做啊？这个才是可能对于武汉而言最糟糕的情况。那我们接着往下说啊，接着往下游走啊，到九江、安庆、南京、上海，那这些水当然会进一步的被各种河道啊、湖泊啊去展宽啊，但是呢，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它会不会发生严重的淹水呢？那还是会的，对吧？你下个雨都会啊，你更别提这种情况。所以，当然网上就说啊，这个洪水哈，就是一路就冲到上海，这个不符合自然规律，是吧？但是上海也会受影响，而且影响挺大的。你想想，长江的这个航运停摆了，那你的这个物流啊、供应链就中断了，对吧？上游的这些化工污染，实际上就已经进入到你的饮用水源里了。
啊，包括华中、华东的这些电网也承受冲击。那更别提什么金融市场啊、保险系统，你这直接就可能就崩盘了啊，出现恐慌，这些都是次生影响。但这个次生影响当然也就不只是影响上海了，这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所以死亡人数究竟会有多少，这个很难去评估啊，很难去评估，没有办法说出一个精确的数字啊。当然它取决于很多的要素，你比如事故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啊，有没有提前做预警，这些撤离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缺口形成的速度啊，洪水的深度、流速，以及呢事故究竟发生是啊，比如枯水期还是汛期啊？那这些交通有没有完全的瘫痪掉？这些都会导致这个伤亡的增加或者减少。但是呢，一旦发生无论死多少人，应该都是人类可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水灾啊。所以受影响人口1亿多，这个不是夸张啊。当然我们不能说这1亿多就都一定会死亡啊，这也不可能。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些伤亡，它也不只出现在这个洪水到达的那一刻，是吧？你后续的影响，后续会持续的造成人继续的死亡啊。所以最惨的结果其实不只是洪水啊，就真正的这个三峡所谓的极端灾难啊，它不只是一场水灾，那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国家危机啊。比如第一，饮用水危机啊，我们刚才说了洪水，那你肯定就各种的城市污水、农业、石油、化工原料啊，这些医疗的废物啊、牲畜遗体，就这些东西全裹挟着。那沿着长江的这些取水口、自来水厂肯定是停止运行了嘛，对吧？那意味着临近的这些城镇的饮用水就中断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啊，没有水喝，对吧？那第二呢是能源危机啊。那三峡的这个电站啊，装机容量刚才说了2250万千瓦，对吧？实际上是，当然失去三峡不代表说全中国就停电了，是吧？但是华中、华东甚至华南的一部分电网，你就承受巨大的压力啊。当然了，你还有包括洪水过去啊，这个沿路的这些电线呀、变电站呀等等，你都同时受灾嘛啊，所以这个能源的供给上会是一个巨大的危机。那第三呢是物流危机。那长江是中国最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那中国的这些工业啊、产业，这些煤炭啊、钢铁、矿石、粮食啊、化工产品，包括你这些产品啊，都需要通过这个长江来运输的。你这个是会冲击到全国的供应链的。那第四呢就是工业污染的危机啊，因为长江沿岸分布着大量的化工园区、炼油厂、危险品仓库啊，这些油气设施，所以洪水把这些东西都冲毁了，那你会接连着发生爆炸啊、火灾，这些危险的有毒化学品的泄漏啊、污染。第五呢就是粮食危机啊，因为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还有这些沿江的这些农业区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域啊，你大量的农田受淹，还有粮库呢冷链啊，交通中断，这个影响会是整个影响全国的啊。那还有刚才我们说过的第六个啊，这个金融危机是吧？因为你大量的这些住宅、工厂、基础设施就都损毁了，企业是不可能复工的啊，那地方财政就直接崩溃了，对吧？包括银行的这些抵押品，这些东西都是银行抵押品，失去价值了啊。那保险公司直接可以破产了，你无法理赔啊，这么大的，所以这些影响就等于是把这一个灾难啊，瞬间就可以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大衰退。我们现在聊聊，如果真的出这个事儿啊，中共第一时间会做什么？任何的政府，
遇到这种灾难，你都要进行交通管制啊，军队去救援、疏散啊，去信息统一什么的，对吧？这些控制措施呢，不是说如果中共做了一些控制措施啊，就去批评它，任何政府都会这么做啊。但是呢，有一个麻烦的是，我们根据中共过去处理这种重大事故和公共危机的模式，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是吧？就是它的这个救灾和它的政治控制是会同时进行的。那第一步肯定是封锁嘛，把这个核心区域通过这些军队警察就完全接管了啊，你所有的这些交通枢纽医院甚至殡仪馆这些道路的桥梁什么就全都接管了啊。民用的什么无人机你私人拿个手机拍摄，这些肯定是被限制的啊。那像什么独立媒体外国记者什么，这些都不可能让进入的，对吧？然后相关的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就也都被集中控制起来了啊。当然这有一部分当然是为了救援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不让这个一手的影像流出去，对吧？好，封锁控制住之后，第二步做什么呢？建立一个唯一的叙事。就官方媒体会迅速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中央高度重视解放军紧急驰援什么的我们的救援工作有力有序网络上的这些伤亡数字都是谣言什么的。接着呢，画面会给你很多什么军人正在救孩子然后党员突击队什么国旗什么群众感谢政府这些画面，对吧？那这些东西当然了，也有摆拍的也有真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镜头之外我们看不到的到底有多少死亡，多少失联，这些我们都看不到，对吧？第三步是什么呢？控制数字了医院、地方政府、公安、殡仪馆、通信公司还有各种媒体平台就会被要求统一口径就是因为过去就是这样官方信息不足嘛然后报道也受限，然后就会产生很多谣言，然后呢，谣言多了之后呢，官方就是以这个打击谣言为理由，更强化控制，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官方不透明，是吧？导致群众不信任，那群众不信任呢，又会导致这个夸张的这些消息的流行然后这个消息流行呢，又被官方拿来证明说，你看非官方的都是不可信的，都是谣言，最后就是官方用这个借口把你民间的所有证据全都删除那光掩盖还不行这个得有人背锅，对不对？那好，中共会把这个责任推给谁？首先会做一些责任切割了，对吧？你比如说会拿出来当背锅侠的，比如说三峡集团部分管理层，是吧？地方的政府、值班的或者技术人员一些工程的承包商，然后拿出一些腐败的官员，是吧？隐瞒了这些风险的这个利益集团。那甚至近期落马的这些三峡系统的官员也可能会被重新拿出来纳入到这套叙事里，对吧？所以宣传就会说这些人早已丧失理想信念违反政治纪律，收受贿赂，干预工程，隐瞒安全隐患然后中央再次强调正是党中央提前发现并清除了这些害群之马就永远不会说他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对吧？失败的永远是这些个别的腐败分子那其实呢，是因为你权力不受监督嘛，对吧？你工程资料不透明专家还不能公开质疑，那最终就是成这个样子。那任何的事情都是有吹哨者有人说最近落马的这个官员是一个吹哨者那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种吹哨者的下场都比较惨，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是一般你比如说他会接近这个灾难的前线的一些人，你比如工程师记者、医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些失踪的家属，是吧？或者一些普通的拍摄者，这些人都会被扣上罪名比如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泄露国家机密、煽动社会情绪为境外势力提供材料现在网上说是三峡内部人士因为泄露资料被带走，目前没有证据，对吧？当然了，在中共这套制度逻辑里，
这个说法也是可信的啊。好，我们接着说呢，你这个内部的责任都甩锅啊甩不掉的时候，中共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嫁祸给台湾啊、日本或者美国？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就是在内部的宣传跟舆论层面难以控制的时候啊，我们在制造一个所谓外部敌人的这种叙事，这个概率很高。首先呢，民间和半官方的肯定有很多阴谋论，对吧？因为会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啊、民粹主义者，对吧？会说啊，比如说美国啊用气象武器制造了极端降雨导致的啊，什么美国卫星啊或者什么隐形武器啊攻击了三峡，或者说什么台湾的间谍渗透了这个大坝内部啊，或者说什么日本啊提供了某一些什么微型的爆破技术啊，或者境外的黑客啊控制了闸门，比如有人配合境外势力一起来破坏这个国家命脉啊，这些东西会广泛的流传。那这些说法当然不可能是由外交部或者国防部来正式发布的，是吧？但是官方可以选择我不删啊，甚至私底下让一些大 V 啊、一些媒体账号去转发，那这就能引导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对吧？他又不承担责任，他说不是官方立场啊，都是这些网民们自己说的。那接着呢，还有一个做法呢，就是官方可以进行一些模糊的暗示，他不会直接说说台湾炸了三峡，对吧？他不会这么说，但是他会怎么说呢？说不排除人为破坏，有发现境外网络攻击的痕迹，敌对势力啊正在利用这个灾情制造混乱，台独什么分裂势力啊借机散布虚假消息，说外国的这些情报机构啊正在搜集中国的这个灾害数据啊什么等等去利用，当然这里边是一个重要的偷换了，对吧？就是他其实不需要证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出了这个事情，外国的媒体一定是会报道的，对吧？你像一些海外人士啊，就包括我们肯定会去聊这个事情，对吧？会去向大家说这个灾情。那这只是一个关注，对吧？但是在中共的嘴里会说呢，你们是在利用这个事故啊，所以这样一来呢，等于扣了一个很重的帽子。那你在国内的想要知道真相的人，也会被说成啊，你们跟那些境外势力是一样的啊，你是在配合这些外部的敌人，递刀子啊。那我们现在来聊聊说，中共啊正式宣布说，这是由于外国袭击，这种概率有多大呢？如果我们假想如果中共正式宣布说三峡是被台湾或者美国或者日本的军事攻击摧毁的，那这就不是宣传了，这是宣战这就是你等于正式宣告了你中国遭到了战争行为那你首先你必须得有实际的拿出一些证据你造假也得拿出一些实际的证据来，对不对？那国内的这种民意肯定是沸腾的，肯定会要求报复那你这么一说，当事国包括其他的，反正美国、日本、台湾都会进入到一个最高的戒备状态对吧？那有可能会造成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和供应链的进一步恐慌等于就是说，中共向全世界承认了吧，就是它最重要的战略设施可以轻易的被敌人摧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正式宣布说是由于哪个国家炸毁了三峡，对吧？更可能的是还是用一些模糊的说法说境外势力参与了网络渗透有一些外国机构可能收买了我们的内部人员，对吧？这些敌对势力呢在借这个灾情去搞事情他这么说的实际上模糊的说法就是为了避免把自己逼到一个你必须全面去开战的这么一个位置。那当然也有人分析说说打台湾是吧？就是如果发生这么大灾害，就借机就打台湾了，甚至有人说呢，自己制造这么一个灾难当借口去打台湾
我觉得我们冷静分析一下啊。首先呢，首先利用这个灾难啊，升高对于台湾的这个威慑，这是有可能的，对吧？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啊，增加这些军机什么军舰的活动啊，对台湾发动网络攻击，再搞出一些所谓的台湾间谍案，是吧？这些都可以，这些做法你要付的成本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那其次呢，说制造有限的军事危机可不可能？也可能，对吧？你比如说，设置一个禁航区啊，然后进行一些导弹的试射，对吧？包围，施加压力，发动一些灰色地带的行动，啊，这可以制造一种战时的气氛啊，中共就可以完全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这个国内的控制，就让它不要乱。当然，这个不是说马上就对台湾去登陆作战了，对吧？这个只是比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更进一步啊。好，我们说最后这种情况就是直接发动了全面攻台，啊，这当然这概率是低的，对吧？因为我们客观的去想，三峡这种级别的事故啊，会消耗中国巨量的资源。啊，你这些军队啊、工程兵啊、医疗资源啊、交通的运力、燃料啊、通讯能力、财政的资金、人力，这些都要调动去救灾的。你不可能不救啊，你不可能不，你哪怕是管制，也需要这些资源的配合。那你做对台湾的作战、攻台，那你也是啊，你需要高度完整的这些后勤、能源、交通、通讯的这种国内动员的。所以你当华中和长江遭受这么大灾难的时候，其实从军事条件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对吧？除非是傻子才会这么去干，对吧？所以网上说，三峡一垮，中共立刻就会打台湾，这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啊。我觉得有人会问啊，就说那好，既然全面战争对中国不利，那中共还有没有可能去冒这个险？不得不说啊，还是有。我刚才说了，傻子才会这么干啊。当然不是说他们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威权政府，他的决策打不打仗啊，或者我修不修这个大坝或者干嘛，他的决策不一定永远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这是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的，觉得这个反正国是我们的嘛，中国那也是中共的呀，那你做这些事情，你不可能不考虑国家利益，是吧？还真有可能不考虑就是这种威权政府，他的决策不一定永远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因为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他的政权安全。三峡这个灾难，对吧？你肯定暴露严重的腐败嘛。你预警的失败长期的隐瞒什么的，民众的这个愤怒肯定会直接指向中央，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对吧？这个逻辑是行得通的，对吧？就不是我们治理失败了是敌人太强大，美国破坏中国崛起，对吧？不是什么工程存在问题，是台独境外势力造成的，是不是？所以这种叙事呢，如果全面启动那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启动之后，你不一定能够控制得住，中共最后有可能会被自己的这种宣传反噬反过来被绑架。就如果你官方过多的去暗示了说美国呀、日本呀、台湾呀什么这些参与这个破坏，那你民族主义者这种民意就会要求报复对吧？那你好，中共你行动不行动？就你实际上你要不要打仗？你不打，那你的这个什么强国的形象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保护者的这些形象就都破灭了嘛，对吧？所以你最后有可能你就要被迫进行一些军事冲突刚开始可能是小范围的，你这冲突不由你一方决定有可能会失控有可能会扩大。这个政府它可能最后就会慢慢的失去所有能够回转的空间和余地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说近些天呢，在网络上流传了非常多的夸张的传言，对吧？我也看到有一些自媒体就在做这个话题，然后说的都很夸张
我们没有办法核实，我觉得不要纠结在说这个图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不要纠结在这里，因为谁也没法核实。也不要说这个三峡即将就要崩溃了，是吧？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说它即将就要崩溃，对吧？但是呢，我们是介于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来聊这个事情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绝对不可能说是站在中共的那个视角，说三峡绝对安全啊，所有风险都是什么境外势力造谣什么的，这些讨论都是在抹黑中国，对吧？这些都不对，两种极端的声音都不对。那我觉得真正理性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第一啊，我们要承认三峡确实带来了一些发电啊、防洪啊、航运上的这些利益，这确实带来了。但是第二呢，我们也要承认，就是它已经造成了这些泥沙啊、生态、地质、移民、水文方面的长期的代价，已经造成了啊。第三呢，我们必须承认，就是任何超级工程都存在极端失效的风险，哪怕是低概率的，它也永远存在啊。第四，其实我们应该要求公开啊这个溃坝的啊这个模拟图啊，网上流传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全面的，包括疏散路线、你的预警时间，对吧？你的责任制度、你的整个这一套预案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应该公开出来的。那第五呢，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没有来源的这些图啊就当成事实，对吧？啊，当然了，想对这些中国人说，你也不要把这个官方的沉默就当成一种安全的证明，是吧？不要拿这个东西骗自己啊，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图是很正常的，对吧？因为你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工程，你都要做这些模拟的演练的。对不对？这是对的事情啊！我觉得真正不正常的事情呢，是很多人啊，很多中国人啊，直到看到了这些来路不明的图，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说，哦，我是不是有危险呀？啊，我住在这个长江流域是有危险的，他才想到说这个危险啊，这是让人觉得特别不正常的，对吧？所以三峡啊，最可怕的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不是说这个溃坝呀，然后说会死1亿人呀，什么这些谣言啊，不是。我觉得最可怕的3点吧，3个层面啊。第一，这是一座超级工程，对吧？把这些发电、防洪、航运、水资源调度啊，高度集中在一起。那我希望中国人能看明白啊，平时它是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啊，有巨大效率的工程，但是一旦失效，它就会把多种灾难完全连接在一起放大，这是中国人必须要想明白的，对吧？第二个危险呢，就是这个工程啊，其实已经长期改变了很多东西了，对吧？刚才我说的这些啊，不再重复了。所以这些造成的危害呢，当然没有说突然溃坝啊显得这么可怕，显得这么戏剧化。但其实这些危害都是真实存在的啊，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这些东西没有人重视嘛，对吧？一聊溃坝就很关心，但这些危害每天都在进行，这也是中国人需要去想明白的。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当然是最危险的一点了。我们其实聊这个话题，或者我们其实面对的不是这么一个孤立的大坝，对吧？其实我们最危险的，对我们来说，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危险的不是这一个三峡大坝，其实是什么呢？是一个不允许公开质疑这个工程啊，不允许独立调查事故，也不允许这个吹哨者啊安全的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整个这么一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三峡有一天啊真的发生毁灭性的事故，那它有好几场灾难。第一场灾难当然首先就是这个洪水啊，那第二场灾难就是持续的后续的这些什么电力、交通、工业啊、饮水经济体系整个的连锁崩溃，这是第二场灾难。第三场灾难是信息封锁啊，你拿不到真相。
然后还有第4场灾难，就是这个掌权者啊，为了逃避责任，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去甩锅啊，说成什么外部敌人攻击。那你这么一来，甚至有可能，本来你是一个自己的灾害啊，你甚至有可能会把整个这个国家拖入到一个战争的漩涡中去啊。那当然了，就是他不一定啊会立刻就去打台湾，是吧？你一个权力救灾的遭受灾难重创的中国，其实并不适合发动战争，那个时候，对吧？但是呢，还是极有可能啊，会把这个灾难去军事化的。那你把质疑者说成间谍嘛，啊，把吹哨者说成是叛徒，啊，事故说成是破坏，然后有很多人会去要真相啊，去向共产党问责，然后他们会给你扣说你是伙同境外势力搞破坏啊，给你扣这样的帽子。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三峡呢，不是说预言像网上其他那些频道啊说一定会垮呀什么，也不是说制造恐慌啊。我觉得我们是在提出一个任何现代国家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多问题必须要回答啊，就是这么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啊，如果真的发生最坏的情况啊，会受影响的人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撤离啊？哪些地区究竟会受到哪些影响？这个预警是谁来发布的？那整个的这些受灾的情况能不能第一时间公开出来？后续的调查能不能由这些不同的媒体啊去独立的完成？我觉得真正可靠的安全啊，从来都不是说官方啊反复的告诉中国人说啊绝对不会出事啊，三峡绝对不会，没有用啊，对吧？这么说没有用，因为真正可靠的安全是在啊，即使最坏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分析都是最坏的情况，即使在这种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啊，我觉得所有的人，中国人啊，你仍然能够获得真相，因为这些真相就代表了你如何能够逃生，对吧？以及呢，你如果存活下来之后，你要知道真相，你才能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是该谁来负责，而不是政府宣传的是由谁来负责，对吧？你恨也要恨对人，你才能避免未来的中国啊继续的去造这样的大坝啊，继续有这样的风险，继续发生这样的灾害。所以我觉得真正该聊的其实都不是说三峡这个大坝能不能承受住这个洪水啊，而是说中共这个政权它能不能承受得住真相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值得大家去反思的。好，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